歡迎大家來到這裡是小狼。好，這一期給大家帶來一個 Sys 數據庫連接網頁的作為一個登錄註冊的系統。那麼應一個粉絲的要求，我非常感謝他能夠及時的回復我，因為我這段時間也是比較懶的，如果沒有及時的回應的話，我可能很慢才會做下一期視頻，所以非常感謝這一位粉絲對我的支持。話不多說，我們開始。其實我們的思路很簡單，就是做一個數據庫，首先你做一個注冊之後，這些數據注冊到我们數據庫裡面，然後你再利用数據庫裡面這些數據來進行一個調用，進行做到登錄的這種動作，其實非常簡單。我們開始做一下。我們新建一個這個數據庫，還是用於上一期視頻這個數據庫新建一個表。這個表的話，我們就保存一下，表一。我們把它做一個賬號密碼的注冊，賬號密碼。我們再多添加一個名稱。如果你沒有需要添加更多的字段的話，那也是可以的。我這裡的話，為了做演示而用，我就添加3個字段就夠了。因為時間關係，好，我們關閉掉這個表一，這個名字有點難聽，我們把它做成 AutoMe， 我們再打開它，看就是這個樣子了。我們3個字段，名稱、賬號、密碼 ，OK。接下來的一步就是做好這個數據庫的表之後，我們就是要連接這個數據源嘛，因為上期視頻我們已經鏈接過了，這一期就不做鏈接了。如果不懂的話，你們就到我前一期視頻看，然後我們再用 IIS 架設一個網站，因為上一期我也架設過了，在我本地 IP 的60端口上面，所以這一期就不給大家搭建了。如果不懂的話，就看我們上一期的視頻。好，我們直接打開 Jameo 這個軟件，到裡面連接一下我們桌面的這一個文件夾的站點。好，我們管理站點。我們新建一個站點，站點的名稱就登錄註冊。然後文件夾的路徑是在桌面，我們剛才的這個文件夾裡面打開，選擇它。然後服務器的話，我們添加一下，使用本地網絡。名稱的話隨意，我就登錄註冊了。然後文件夾也是我們桌面的那一個文件夾，這一個選擇。然後這個 URL 就鏈接地址的話，我們需要用它調試，就是我本機的 IP 加上60端口，因為我架的那個網站就是用這個 IP 這個端口。好，保存它，用測試，不要用遠程。好，保存它。好，完成，我們這個站點就建立完成了。好，我們開始做第一步，我們新建一個網頁，一樣的。ASPVV 這一個創建它，創建它之後，我們先給這個網頁做一個標題名稱，做一個注冊的動作。好，我們保存一下這個網頁，把它命名為注冊。到這個路徑下面，它的後綴是.asp。我們到這邊可以看到.asp。我們第一步先做注冊，就是插入一個表單。表單。插入一個表單之後，我們為了美觀性，我們把這個表單居中一下。確定。好，我們第一個先給它來個名稱，注冊。好，下面的話跟上我們的字段，你要注冊的第一個是名稱，第二個字段是賬號。第3個字段是密碼，一樣的，我們從右邊這邊表單這邊添加文本域，好，確定文本域。這個文本域我們需要3個，直接 Ctrl+C、Ctrl+V 複製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的話我們添加一個按鈕，確定。為了美觀性，來一下空格，取
取消註冊就返回到我們的首頁。我們的首頁，鏈接一下我們的首頁，然後提交這邊的話就是直接提交表單。好，這樣我們這個界面基本就做好了。好，為了美觀性，我給大家做一個 CSS 的這一個套用類，附加一個樣式進去。這裡我記得是有模板進去的。這個模板就不錯。对，這個模板不錯。好，我們這個按鈕也做一個模板吧，類。算了，我們這個界面就做到這裡，然後我們鏈接一下數據庫。這個數據庫我們之前已經連接，我重新連接一遍吧。斷掉這個連接，然後名稱，還是這個，我們就登錄註冊，確定。它開頭是要英文的，我們就用英文吧。我們連接了，连接到剛刚我們那個數據庫裡面的表格，Auto.me 這個表也在了，這個位置。我們到右邊綁定這裡，添加一個記錄集，然後選擇登錄這一個，然後全部確定。添加記錄集之後，我們到右邊，我們先給這個文本框的名字給 ID 起一個名稱，好讓它插入記錄的時候好對應。Name 的話就对應數據庫這邊的名稱、賬號、密碼。第一個是名稱 ，ID 也要設回名稱。然後下面這一個就是賬號 ，ID 也是賬號。下面這一個密碼，這裡也是密碼。好，我們到服務器行為這裡添加一個插入記錄，插入到登錄這個 Auto.me， 插入之後我們要跳到插入成功這個提示，因為這個網頁是之前做的。如果有些觀众你們實在看不懂這一期視頻的話，我建議先看我這個網頁對接的上一期視頻，你再看這一期視頻，你會更加的明白，因為很多內容是在上一期視頻講過的。我們添加這一個，然後到下面的獲取值，就是這個 form 這個所有表單裡面所有內容。表單裡面有的內容就是名稱插入到名稱裡面，賬號插入到賬號裡面，密碼插入到密碼裡面，這樣就是正確的。然後我們直接確定，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我們保存一下，好，我們進網頁看一下，進網頁試一下對不對？我們到這個端口裡面，註冊這一個裡面，好，成功的訪問到這裡了。名稱我們先試一下能不能註冊成功。好，我們先來一個你好，賬號的話就123，密碼是1234556，我們提交一下。好，插入成功，確定。好，我們回到數據庫這邊看一下是否插入成功，我們刷新一下。好，成功插入，沒錯，成功插入。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就做登錄的界面，登錄的界面的話一樣是要調用這裡的賬號密碼才能夠登錄成功。我們先做一下這個，我們添加一個新建一個，一樣是 ASPVB 的，創建它，這裡就命名為登錄，然後保存一下這個到這個路徑下面登錄，保存。一樣的，我們先建一個表單進去。好，在表單裡面的話，我們一樣的，先做一個登錄的，然後下面的話就是賬號，然後下面的話密碼。
插入一個文本域，然後我們複製一下這個文本域。好，下面的話繼續插入一個按鈕。我們在右側插入一個註冊的界面，讓它就是說這個用戶還沒有註冊的話，就讓它鏈接到註冊的界面。選中它，我們把它的鏈接連到剛才我們註冊的界面，鏈接到這裡了，沒問題。好，為了整體美觀性，我們把它集中一下。好，為了美觀性，把它添加一個類進去。好，我們直接開始吧。這裡是之前有鏈接好過的，我們把之前這個記錄集添加一下。其實這裡應該是沒有了的，它剛才那個是緩存的，你只要右鍵把這個緩存取掉，它就不會有了。它這邊數據庫一樣是自動鏈接好了。好，我們開始添加一個記錄集，記錄集還是登錄AutoMe這一個表。好，直接確定這個記錄集添加好了之後，我們在這裡應該要想到的是，如果當它登錄成功的話，應該要彈到一個登錄成功的界面，提示一下登錄成功，然後再轉到你所需要轉到的相應界面。如果登錄失敗的話，我們應該提示一下账號密碼錯誤，對吧？好，我們先多建两個頁面，一個是登錄成功的提示，一個是登錄失敗的提示。好，我們建立一下，先建一個登錄成功的，建的話直接用 HTML 的就可以了，創建。好，我們在這裡命名一下命名一下提示就好了。好，我們把這個網頁保存一下到這裡，把它命名為登錄成功提示。好，保存。好，在裡面我們需要做什麼呢？我們需要給它添加一个標籤。就是在這邊右邊有一個標籤檢查器，這裡行為這裡，如果你們找不到的話，可以到窗口這裡選中 F9，就可以把這個標籤檢查器調用出來，然後到這邊添加一個標籤，添加什麼呢？我們應該是在這裡添加一個，在 button 屬性裡面添加一個彈出窗口，一定要選中這個 button 屬性裡面。我們添加一個彈出信息，彈出信息你想讓它彈出什麼呢？就提示登錄成功的操作，就確定它。當它登錄成功之後，你要想讓它彈到什麼界面呢？就自動跳轉到什麼界面呢？我就讓它自動跳轉到這一個首頁這一個界面吧，首頁這一個界面。那我們該要做的就是需要一串自動跳轉的代碼，這裡我等一下會注釋在視頻的下方，就是這一串，把它拷貝進去，拷貝到 button 的這一個屬性下面，然後這裡就是等於你所要跳轉的路徑，我要跳轉到這個路徑，那就直接把它加進去 index 點 asp。對，沒錯，對一下。好，這樣就保存這個頁面，把它關掉。然後我們再做一個登錄失敗的界面，一樣是 HTML 創建它。然後這裡命名為提示。好，保存一下這個網頁，保存為登錄失敗提示，保存一下。然後一樣的，我們需要在 button 屬性下面添加一個標籤檢查器，添加一個彈出信息。這裡應該是您輸入的賬號或密碼錯誤，請重新輸入。對，我們應該要這樣確定它。然後我們回一下車。回一下車到這裡，
當它提示了這個窗口之後，我們應該讓它刷新一下自己的這個登錄界面，返回到登錄界面，那麼就是自動跳轉到登錄界面。我們還要用到自动跳轉這一個代碼，把它拷貝過去。拷貝過去的話，在等於號這裡就把它填上，就刷新回到登錄界面這裡，就是登錄 ASP， 就跳到登錄點 ASP 這一個界面這裡。好，然後我們保存一下，關閉。好，這裡我們就可以開始登錄的這下一步操作了。到服務器行為這裡添加一個動態表單驗證元素，不，應該是用戶驗證這裡，然後登錄用戶這裡，然後獲取表單就是 form 這個表單。好，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沒做，就是這兩個文本框我們應該要給它命一下名，這裡應該是賬號 ，ID 也應該也是賬號，然後下面這一個就是密碼，這個也是密碼。好，我們兩個文本框都做好了，我們繼續剛才那個操作，然後插入一個用戶身份驗證，登錄用戶這裡，然後用戶字段、賬號、密碼 form1 的表單就是這個表單，然後我們連接到登錄這個數據庫裡面，然後連接到AutoMe這個表格，然後用戶名就是賬號，然後密碼列就是密碼列。然後如果成功，你要跳轉到哪裡呢？跳轉到剛刚我們做那個登錄成功的那個提示那個網頁裡面。好，我們就跳轉到登錄成功的提示。好，如果失敗，你要跳到哪裡呢？就跳到登錄失敗的這一個網頁裡面。好，這個就不用勾了。好，下面的不用管了，直接點確定。好，這樣我們就 OK 了。然後保存一下，把界面做的美觀一點，添加一個類。好，確定，用我們剛才那一個類。好，我們進網頁訪問一下。好，訪問一下我們的這個登錄這一個。首先到這個界面之後，我們沒有任何的一些密碼賬號，對吧？我們需要先註冊一個。我們點註冊，到這個註冊界面，好，我們註冊一下，比如說爸爸的小狼。好，密碼就是AutoMe，賬號是AutoMe，密碼的話就是隨便1234566，然後我們提交一下，插入成功，然後我們確定。我们刚才应该要把插入成功裡面再做一個自動跳轉到登錄那裡。我們現在雖然註冊成功了，我們回到登錄這裡試一下能不能登錄成功。如果登錄成功的話，就跳轉到首頁那個 INDX 那個網頁裡面。我們試一下，賬號剛才是AutoMe，密碼的話是1234566，我們提交一下。好，登錄成功。好，我們再確定一下，自動跳轉到 INDE 這個首頁這裡。因為我們這個首頁有點問題，但是它已經成功跳轉到這裡了。好，這一期教程的話大概就是這樣了。如果有什麼不懂的話，可以在評論下面留言，或者是回復我，我會盡量給大家解決問題。下一期教程的話，我會出一個網頁的如何修改內容，如何在網頁修改內容，如何在網頁更新內容，還有這兩個項目。好，非常感謝大家能夠支持我，希望大家多多關注我的頻道，謝謝。